意间撞见了丈夫与女仆拥吻，她本想当场戳破这层虚伪的窗户纸，可最终还是悄然转身。男人却没有一丝愧疚，反倒不耐烦地呵斥：“谁让你到处乱跑的？”不久便传来女人崩溃到极致的哭喊声，女仆终究听不下去，慌忙上前阻拦伯爵。伯爵怒火中烧，赶走了上前替夫人求情的男仆。可谁曾想，女仆竟摆起了主人的姿态，对着伯爵夫人厉声呵斥：“Já lhe foi pedido para que não saia dos seus aposentos. Por favor. Por favor。”而伯爵之所以这般冷漠绝情，全是因为妻子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人，还偷偷生下了一个男婴。这部4个半小时的电影让我断断续续1周才看完。必须承认，这部电影有种奇特的吸引力，让人在影片结束后仍然长久地沉浸在镜头所营造的氛围里。它就是葡萄牙作家卡米洛·卡斯特罗1854年的经典小说《秘境里斯本》。有些人的一生从出生那一刻起，就注定要在迷雾中摸索前行。他们不知道自己从何而来，也不知道命运为何如此残忍，只能在一次次的追问中试图拼凑出属于自己的那块缺失的拼图。威廉在修道院长大，从未见过父母。别人有4、5个姓氏，他却只有一个名字。别人有家族，有血脉，有荣耀，他却连我是谁都无法回答。他唯一能依靠的只有狄神父，他对威廉极严厉，却又在关键时刻给予他全部保护。修道院的生活并不平静，同伴安东尼奥明目张胆地叫他私生子，直到有一天他病倒在床上，一位优雅美丽、气质高贵的夫人出现在他面前。他看着他，眼神温柔得让人心碎。É minha mãe. Uma amiga. Mas disse-me... Não deve falar, João. Não pode falar. Só que ela... Lembre-se o que o doutor disse. Repouso, vá. Falamos mais tarde. 狄神父的反应太激烈了，激烈到让人怀疑他不是在保护约翰，而是在保护某个更深的秘密。约翰越追问，狄神父越沉默，他甚至用大量课程来转移约翰的注意力。2年后的一天，狄神父突然带他散步，那位夫人再次出现，他看着约翰的眼神，像是多年压抑的情感在一瞬间失控。约翰忍不住问： Quem é aquela senhora? Por que me foi ver? Aquela senhora é sua mãe. Eu sabia.Assim que vi tinha certeza。 这一刻，约翰的人生第一次有了答案，但随之而来的却是更多的疑问。约翰得知安吉拉伯爵夫人被丈夫囚禁了整整8年，而这一切都是因为自己的出生。伯爵恨她，因为她怀了别人的孩子；贵族社会恨她，因为她玷污了家族的名誉；他的父亲恨她，因为她让家族蒙羞。而他唯一爱的人希尔瓦早已死去。当约翰终于见到母亲时，他虚弱苍白，却仍然温柔。狄神父看着母子重逢，终于下定决心告诉约翰全部真相。狄神父说出了那段被尘封多年的往事。安吉拉是侯爵的女儿，美丽聪慧，身份高贵。希尔瓦是一个侯爵的次子，虽是贵族，却已是落寞，而且他是次子，也注定得不到家族财产。他们第一次在教堂相遇，隔着面纱，安吉拉美丽的面容深深吸引了希尔瓦。在那3秒钟的注视里，希尔瓦彻底沦陷。第2天，希尔瓦便给他送去了小纸条，上面写着：昨日的惊鸿一瞥已使我深深沉浸其中，直到今天仍恍若梦境，因思念你而无法入眠，每一分钟都长达1小时，简直度日如年。任何一个女孩都无法从这样炽热的情书中轻易走出，何况她如此英俊。他们偷偷相爱，义无反顾的相爱。 Essa aliança ao teu pai hoje mesmo.Tenho medo. Pedro, tenho medo. Medo de quê, meu amor? Medo de quê? Quando se ama como nós, não há de que ter medo. Mas não. 可侯爵却一口拒绝了希尔瓦的提亲。他说：我的女儿只会嫁给符合2个条件的男人，首先是和她一样的贵族，其次必须有足够的经济能力来保证她现在享受的优越生活。毫无疑问，你不够资格。侯爵刚对希尔瓦下了逐客令，就叫来一个杀手。他深知，只要有这个男人的存在，必然会影响女儿未来的生活。
但席尔瓦并不放弃，他想去美国闯荡，那里欧洲所谓的社会地位无人看重。 Onde se trafica com o género humano e de onde se parte depois para tirar diploma de homem honesto em Portugal. Parte para a América. Mato-me. Ângela, Se partes, mato-me. Meu pai vai obrigar a casar-me com outro. Antes de morrer. Ângela, espera. Ângela. 在那个时代，贵族婚姻不是爱情，而是交易，他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最终他们偷尝了禁果，安吉拉怀孕，一切都被侯爵发现。一直给两人穿针引线的女仆迪欧琳达因知晓二人私情，被侯爵秘密杀害。席尔瓦被追杀，安吉拉被关进修道院。后来席尔瓦抱着婴儿逃亡，知道自己活不久了，于是将孩子托付给狄神父。 E o meu pai? Deus permitiu-lhe ver e beijar o filho antes de partir. Faleceu 2 dias depois da sua chegada a esta casa. 临终前，他口述了一封信给伯爵夫人，告诉她孩子安然无恙。他在生命最后的时刻，印着爱人的名字，亲吻孩子的额头。他死了，安吉拉被囚禁，孩子被送走。而这一切，约翰直到14岁才知道。伯爵还与女仆尤金尼亚保持着情人关系。在贵族圈里，他的行为早已成为笑柄。直到有一天，巴西归来的新贵族麦哲伦当众揭穿了伯爵夫人的情事，羞辱了伯爵。 Não lhe peço a sua opinião, cavalheiro. Peço-lhe apenas a delicadeza de não se rir da minha. Pede-me demais, Vossa Excelência. É difícil não rir daquilo que é risível. Isso é um insulto. À Senhora Condessa eu digo que não é. A Vossa Excelência, eu digo-lhe que o tome como quiser. Tomo-o como uma provocação e considero-me no direito de lhe pedir explicações. Não precisa de me tocar, Dom Martinho de Almeida. Esse género de tolice, diz-se de longe. 伯爵愤怒、羞耻、崩溃，最终病倒。在病床上，他向狄神父忏悔，他承认自己曾经爱过安吉拉，但更多的是占有、控制和自尊。他说自己被安吉拉的父亲欺骗，以为她是清白的贵族少女。他回忆自己在婚礼前就被一个神秘的男人警告过。 Converteram em taça de fel o sacrário de amor que tinha na alma. Queres também tu verter a tua gota no coração daquela infeliz? Deixa, Conde. A memória de um primeiro amor. O cadáver do primeiro homem amado marcou aquela existência de saudades com quem tua paixão não pode rivalizar. Deixa, por piedade. Não a compres ao pai porque compras uma escrava morta. Mas quem é o senhor? Como soube? Não importa. Sou um amigo. 但他没有听，他以为自己能改变他，以为婚姻能洗刷他的过去，结果却是8年的囚禁、8年的折磨、8年的痛苦。伯爵死后留下遗嘱，他把所有财产都留给安吉拉，但安吉拉拒绝了。他说：“我从未承认他是我的丈夫。”这一句话让他从伯爵夫人彻底变成了穷人。他无法负担威廉的教育，也无法面对贵族社会的流言蜚语，于是他选择进入修道院。他唯一的亏欠就是威廉。狄神父继续追查真相，最终找到了麦哲伦。他惊讶地发现，这个曾经的杀手，如今已经成为一个有钱有地位的贵族。他当年留着一点善念，并未将孩子杀死，而是通过多层中间人的辗转，那名婴儿最终落到了狄神父手中。他对狄神父说：“你买下那个孩子，是我这辈子唯一的安慰。”而正是神父买孩子的钱，成为他事业的启动资金，现在飞黄腾达。 O dinheiro que me deu mudou a minha vida. Soltou o meu espírito. Abriu-me o conhecimento. Caminho do saber, da ciência. Do livre arbítrio. 然后他将当年卖婴儿的钱全部还给威廉。 Eu gostava de lhe confiar a soma que salvou a vida do rapaz. Para que eu use no interesse dele. É o preço do seu sangue. Hein? É justo que lhe utilize.
一个杀手，一个贵族，一个丈夫，一个罪人。麦哲伦身上有太多身份，但他唯一的悔恨就是那个婴儿。伯爵死后，女仆尤金尼亚也被写进了遗嘱，她可以继承伯爵的部分财产，但她拒绝了。她说伯爵生前没能把她卖掉，死后就更不可能了。一个被贵族玩弄的女仆，用最后的尊严拒绝了金钱，而麦哲伦娶的就是这个女人。他娶她不是因为爱情，而是因为他是唯一一个不把她当怪物的人。麦哲伦年轻时在巴黎混迹时还不是贵族，只是一个靠运气与狠劲混迹上流社会的冒险者。他遇见了克利顿公爵夫人，一个美貌、骄傲、冷漠却又脆弱的女人。她来自王族血统，却被困在一段没有爱情的婚姻里。麦哲伦用8万块买下了她的一夜，这完全是笔交易。但对克利顿公爵夫人来说，这一夜却摧毁了她的尊严。她不相信金钱可以买下一切，尤其是她自己。于是她试图把钱还给麦哲伦，但麦哲伦拒绝了，让她彻底崩溃。他开始日复一日地纠缠她，羞辱她，试图让她收回那笔钱。这一切都是为了证明她不是可以被买下的女人。麦哲伦被折磨得身心俱疲，他逃离巴黎，逃离她，逃离那段羞耻的过去。但命运没有放过他。多年后，在一次激烈的冲突中，他的防卫行为间接导致了一位年轻人的死亡。那个男人正是克利顿公爵夫人的双胞胎哥哥亚瑟。从那一刻起，克利顿公爵夫人只有一个目标：复仇。她要让麦哲伦付出代价，她要让他像他一样痛苦。克利顿公爵夫人找到麦哲伦，指责他毁了他的哥哥，毁了他的人生。Si tu oses encore approcher ma femme, je t'écrase comme un verre. 麦哲伦愤怒地掐住他的脖子，想让他停止纠缠。就在这时，狄神父出现了。他提醒麦哲伦 Lembra-te do como facas, Alberto Magalhães. Lembra-te do assassino. Compadre. 这句话像一把刀刺进麦哲伦的心。他松开手，后退一步，像是突然意识到自己又回到了过去那个杀人的自己。狄神父劝克利顿公爵夫人学会原谅，学会遗忘，但他根本做不到。他的生命已经被复仇填满。Renoncez à votre vengeance, Madame la Duchesse. Elle ne peut que vous précipiter dans le gouffre. Rentrez en France. Oubliez et pardonnez. Je ferai comme vous voulez, Père Denis. Je rentrerai en France dès demain. Mais je ne pardonne pas. Je n'oublie pas. Je ne renonce pas. 多年后，威廉来到巴黎，他遇见了克利顿公爵夫人，被她的美貌与悲伤深深吸引。他写下14行诗送给她。J'ai vu tes yeux dans la pénombre froide. C'était dans un château triste et morbide. Du haut d'un escalier, un jour dont l'oubli a tout emporté, sauf ton regard grave. 克利顿公爵夫人拒绝了他，他说他应该与同龄人交往。但当威廉再次出现时，他却让他带上那首诗。他说他会解释一切。威廉不知道他爱上的女人正是麦哲伦曾经伤害过的人，他也不清楚他的命运正在被卷入另一场复仇。威廉决定为克利顿公爵夫人讨回公道，他向麦哲伦提出决斗。麦哲伦第一次答应与他人决斗，因为他知道自己无法逃避过去。决斗中途，麦哲伦停下剑，告诉威廉真相。他曾用8万块买下克利顿公爵夫人的一夜，他因此崩溃而纠缠他。Em desespero de causa, mandou-me o irmão gêmeo, Arthur de Montfort. Desde então manda-me regularmente alguém onde quer que eu esteja, com a missão de a vingar. Da última vez veio ela própria. Julgo que, com o tempo, essa sede de vingança tornou-se a sua única razão de viver. 威廉听完后，整个人都僵住了。他不知道自己该恨谁，也不知道自己该站在哪一边，而他也不知道该如何安放这段感情。威廉回到里斯本时，母亲安吉拉已经去世。他在修道院度过了生命最后的几年，安静、孤独，带着未能弥补的遗憾。他站在母亲的墓前，沉默得像石头。就在这时，一个满脸皱纹、衣衫褴褛的盲眼乞丐走了过来。威廉愣住了，那是他的外祖父蒙特萨洛斯侯爵。曾经的侯爵，曾经的贵族，曾经的权势人物，如今却沦为乞丐。他因为安吉拉的丑闻而羞愧自杀，却只弄瞎了自己。他挥霍了所有财富，失去了所有尊严。威廉看着他，心中五味杂陈。
这个男人毁了他的父母，却也因为悔恨而毁了自己。命运从不偏袒任何人，他既能让人站在权力顶端，也能让人跌入尘埃。威廉无法面对麦哲伦，也无法面对克里顿公爵夫人。他不知道自己该恨谁，也不知道自己该原谅谁。于是他选择逃离。可无论他走到哪里，他都会收到一封信，信里装着钱，那是麦哲伦当年卖掉他的那笔钱。麦哲伦像是在赎罪，又像是在提醒他，你永远无法摆脱过去。威廉越逃，钱记得越多，他越想忘记，命运越要他记住。多年后，威廉病倒在异乡，他躺在床上，身边只有一个黑人记录者。他开始向他讲述自己的一生，他讲母亲，讲父亲，讲迪神父，讲麦哲伦，讲克利顿公爵夫人。他讲那些爱过他的人，也讲那些伤害过他的人。Eu tinha 15 anos e não sabia quem era. Às vezes os outros perguntavam-me se eu era filho do padre Diniz, mas eu não sabia responder-lhes. Todos tinham apelidos. 4, 5, mais até. Eu era só João. Ao contrário dos outros, não tinha nem passeios, nem férias, nem presentes。他的一生都在寻找我是谁，但当他终于知道答案时，他已经失去了所有。他的故事像一场梦，梦醒时他仍然孤独。电影的最后一个镜头回到了约翰的14岁，他躺在修道院的床上，闭着眼睛，像是在做梦。安东尼娅修女坐在床边，满脸担忧。狄神父站在一旁，沉默而温柔。这一幕并不是在告诉我们一切都是梦，而是让成年威廉的人生与少年的记忆再次重合，仿佛一切都像梦境般回环，既真实又像从迷雾中浮现的回忆。人生不是线性的，而是不断折返的迷宫。记忆也不是时间的记录，而是情感的回声。威廉的故事走到这里，所有命运的线索似乎都已经浮出水面。但秘境里斯本真正的力量从来不在于真相，而在于那些被命运牵引、彼此碰撞的人。他让每一个人物的命运都像潮水一样彼此吞没。在这张巨大的命运之网里，每个人都在挣扎。他们爱的真诚却被时代与家族撕碎。他们的命运不是选择，而是牺牲。他们犯下错误，也背负代价。他们不是英雄，也不是恶人，只是被命运推着走的普通人。秘境里斯本最动人的地方在于，他没有给任何人一个完整的答案。爱情无法圆满，真相无法治愈，过去无法抹去，命运无法逃避，但每个人仍然努力活着，努力寻找属于自己的出口。这部电影不是要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而是要让我们感受到身份的困惑、爱情的脆弱、家族的束缚、命运的荒诞、人生的无常。它不是在讲葡萄牙的故事，而是在讲每一个人的故事。人生不是直线，而是回环；记忆不是记录，而是回声。秘境里斯本的导演劳尔·鲁伊斯在拍摄这部电影时已经身患肝癌，身体极度虚弱，但他坚持每天拍摄10几个小时，甚至在病床上继续指导镜头。许多影评人认为这部电影带有强烈的告别意味。鲁伊斯在病中坚持拍摄，也让这部作品常被视为他生命后期的总结。电影完成后不久，他便离世。秘境里斯本成为他留给世界的告别之作。或许我们每个人都是约翰，一生中我们都在命运的迷宫中摸索前行，都在寻找我是谁，而那场笼罩我们的迷雾也终将被太阳刺破，照在阳光下。